这是什么猫？强制性碳权的基础是总量管制和交易。嗨，我是清慧博士，用大白话来帮你厘清复杂的碳权知识。强制性碳权交易市场的基础是有一个法规要求的排放数值，可以是面对企业，也可以是面对产品。假设法规规定只能排碳100好了，这个100的专有名词呢，就叫做排放配额 EA。做得比100好呢，就可以拿出来市场卖；做不好超过100的部分，就得去买别人放出来的排放配额来补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100是怎么定下来的？政府是用掷骰子来决定的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个100的基准是一个叫做总量管制的机制，英文呢叫做 Cap and Trade， 简称 CAT。对，就是小猫咪的那个 CAT。这个总量是国家自己跟联合国 UNFCCC 申报，承诺一个碳排放数值。各国用这个排放数值回家把这个数字分给各个产业，看每个企业可以排放多少，总量才不会超过。这个基准线就像给每一个企业戴上一顶帽子 cap， 超过或不足 cap 的部分呢，都可以在市场上买或者是卖 trade 交易。这就是这只猫咪 Cat Cap and Trade 的运作机制啦。其实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要做总量管制。刚刚说啦， Cat 这只猫的总量管制基础是国家自己跟联合国 UNFCCC 申报一个承诺值，一个排碳量的目标，这个叫做国家自主贡献，简称 NDC 然后国家照的这个承诺数值分配给国内的产业、企业和社会，要达到这个目标。但是因为台湾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，所以其实我们并不适用联合国的这个 NDC 的规范。不过我们自己也有很积极的要加入2050净零碳排的这个国际大趋势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做自己台湾的 NDC。 所以在理论上如果我们硬要做台湾版的强制性碳权交易市场，就是台湾版的 ETS， 可不可以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是凡事都要考虑 CP 值。就说我们台湾碳排放量有 80% 都会集中在287家的 2.5 万吨以上排碳大户，以后加入2万、1万500多家。一个碳交易市场的硬体、软体要成立，都是以亿为单位的成本计算。如果说我们台湾的 ETS 成立之后，我们就让这287家在里面玩，了不起之后加入2万吨、1万吨的排碳企业，就变成500多家。比起人家欧盟参与家数现在是12000家，我们的500家就不用去凑热闹了吧。这也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会用短期碳费、长期碳税来做管制的主要原因，因为简单易行，执行成本比较低，是最适合我们台湾的需求的选项。好啦，如果你想要持续了解更多的碳权知识，那就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。要是你还有任何对碳权的疑惑，也欢迎到我们脸书社团盖亚律师署找清慧博士解惑。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嘿，拜拜。